口径600毫米，弹长8.1米，弹重3吨，射程380公里。如果不是有 KN-25 这个实物摆在面前，火力军根本不会相信这是一款火箭炮，实在是太粗了。火力军愿称之为世界第一粗。相比之下，俄罗斯的龙卷风火箭炮口径不过300毫米，美国的海马斯口径227毫米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粗不代表强，万一是秒难呢？龙卷风就拼不过海马斯，朝鲜的 KN-25 也是这个道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朝鲜为什么要建造一款口径600毫米的火箭炮？其真实性能又如何？5月初，各大媒体都在开始报道，朝鲜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 KN-25。就像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，发射口径600毫米的制导火箭弹，可以打击380公里外的目标，算是火箭炮和战术弹道导弹的结合体。单论直面实力，完全将其称为世界最强火箭炮之一。朝鲜大规模生产 KN-25， 一方面是增强其纵深打击能力，另一方面就是援助给俄罗斯。5月9日，韩联社报道，韩军相关人员指出，继固山大炮与 KN-09 之后，朝鲜计划向俄罗斯提供超大口径火箭炮 KN-25。俄罗斯原本希望朝鲜提供更多的短程弹道导弹，比如被称为韩版伊斯坎德尔的 KN-23。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朝鲜更可能提供 KN-25。进入5月之后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3次公开进行与 KN-25 有关的军事活动，包括5月4日视察坦克场，5月7日视察第2经济委员会所属的军工企业，5月8日指导远程炮与导弹系统联合打击训练。这3次视察现场照中都有 KN-25 的身影。结合朝鲜大规模生产 KN-25 的消息，我们的确有理由怀疑朝鲜的目的。根据韩国联合参谋的说法，这是朝鲜向俄罗斯出口相关武器之前对其进行性能测试，毕竟不能让大哥用残次品。在2024年5月，金正恩在观摩 KN-09 试射现场后，武器就被运往俄罗斯了。不过火力军认为，即使朝鲜要向俄罗斯提供 KN-25， 数量也不会很多，毕竟对于朝鲜来说，这东西算是战略性武器。当然，具体能力如何，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。朝鲜 KN-25 于2019年首次亮相，当时在朝鲜官方媒体的报道中， KN-25 被称作超大口径多管火箭炮系统。单看这个名字就能知道 KN-25 的特点：粗，口径600毫米，在现役的火箭炮中基本找不到发射600毫米火箭弹的， KN-25 就是最粗的那个。这个口径直接让火力军梦回冷战。当时有比 KN-25 更粗的火箭炮。20世纪50年代，美国研制了一款直径762毫米的战术火箭，也就是城市约翰，最大射程只有不到25公里。等到20世纪60年代，苏联也推出了一款战术火箭，欧洲起的绰号为蛙7，口径略小一点，射程达到了67公里。不过二者都是无制导火箭，精度很差，特别是蛙7，射程越远，精度越差。就比如步枪子弹，按道理来讲可以飞2000多米，但实际使用时，如果想要保持精度，压根打不了那么远。火箭弹也是如此，没有制导能力，精度上不去，就只能无脑堆火力。等到制导技术出现，美国的火箭炮发展方向就有所改变，改为小口径、高精度。苏联这边虽然也在研究制导技术，但还是无法抛弃大炮主义。这点火力军也能理解，每次看火箭炮齐射都会心跳加速。作为苏联忠实的小弟，朝鲜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火力覆盖的道路，或者说这是朝鲜最好的选择。之前我们也聊过，对于朝鲜来说，火箭炮属于一种战略武器，任务就是在短期内向首尔一些重要基地倾泻大量火力。M1991、KN-09 就可以执行这些任务。但如果想要打得更远，比如覆盖韩国全境，即使是 KN-09 这种口径333毫米的火箭炮也做不到。对于其他国家来说，这就是短程弹道导弹的任务了。这东西朝鲜也发展了不少，但是太贵了，性能也有所冗余。比如 KN-23 打击韩国的纵深地区有些浪费。想要省钱，最好的选择就是火箭炮；想要射程，那就继续扩大口径。于是 KN-25 出现了，口径600毫米，射程380公里。KN-25 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火箭炮与战术弹道导弹之间的界限，也让朝鲜获得了一种成本比传统弹道导弹低、更容易部署但打击效果类似的武器。就火箭炮的发展方向来说， KN-25 不算错。在二战时期，火箭炮强调射程、火力、装弹量等参数。俄罗斯的龙卷风也是如此，除了口径更大、射程更远之外，
龙卷风和冰雹火箭炮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。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，获取战场情报还需要第一线的侦察人员，并通过指挥机构确认才能分派到具体作战单位，实时性非常差。想要打击移动目标，需要远程火力进行火力覆盖。苏联钟爱大炮的原因也是如此。随着弹药制导技术的发展，简易的惯性制导与卫星制导成本变得非常低，原概率误差一般能做到50米左右，配合一定的火力密度，就可以做到消灭敌方有生目标。加上战场信息化系统，火箭炮也能实时获得目标数据，所以大口径和远射程的火箭炮也算是一种发展方向，其可以发挥短程弹道导弹的作用。不过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，火箭炮的精度足够好。换句话讲，如果3吨重的巨无霸命中率不行，那还真不如打上一发能精准命中目标的152毫米制导炮弹。从这方面来说， KN-25 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就不好说了。根据朝鲜的想法， KN-25 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韩国境内纵深的关键军事设施，甚至是驻扎在朝鲜半岛的美军基地，其纸面实力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。根据目前的分析来看， KN-25 的发射管与朝鲜仿制 S-300 开发的 KN-06 导弹发射筒极为相似，尺寸也相当，甚至发射筒前部的易碎红色盖筒也高度相仿。而且 KN-06 和 KN-25 的首次试射地点都在咸镜南道宣德一带，火力军有理由怀疑二者在技术上的相似性并非巧合。KN-06 防空导弹于2016年首次公开，采用垂直冷发射，虽然与 KN-25 的倾斜式热发射不同，但 KN-06 成功促进了朝鲜其他固体导弹武器系统的发展， KN-25 就是受益人之一。当然 KN-06 毕竟是防空导弹，全动尾翼和燃气舵以及精密的制导系统造价比较高，这点与 KN-25 完全不同。其火箭弹的气动布局与 KN-09 相似，只是弹径和长度都大大增加，特别是尾翼设计，其并非常见的4片十字形布局，而是类似瓦片两两一组，在发射筒内时贴合弹体，发射后才展开。在火箭弹头部的载坠体外，还有4片梯形可动小型压翼。海马斯的 M31也有类似的设计。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， KN-25 误差在目标几十米的范围内，能够有效摧毁关键军事节点，比如机场、指挥控制中心、后勤枢纽以及雷达设施。至于 KN-25 到底用的什么制导技术，朝鲜并没有透露。不过外形与 KN-09 类似，加上弹头有4个较小的弹翼，制导系统应该就是惯性加卫星制导。惯性制导系统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测量火箭弹的加速度和角速度，从而计算出其位置和速度。卫星导航通过接收卫星信号，获取精准的位置信息，提高火箭炮的导航精度。之后通过弹翼舵面来调整飞行方向，这也是大多数火箭弹提升精度的最好手段。由于 GPS 是美国运营，朝鲜更可能采用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。在本次乌俄战争中，朝鲜是出钱又出力，俄罗斯也不会吝啬这一点技术。以朝鲜的技术加上俄罗斯的帮助，想要实现这一点并不难。KN-25 在进行试射时，也经常可以看到该火箭弹命中目标阵地或者海上礁石顶部。而且对于朝鲜来说，即使精度差一点也没什么，火箭炮这东西本身就带有火力密度的属性。2024年的时候，金正恩就亲自视察一个营18门 KN-25 的起射，这10几枚火箭弹在升空300米左右时，飞行弹道就开始紊乱。这只能证明一件事，那就是稳定装置或者发动机性能不行，导致火箭弹无法按预定的姿态以及稳定的弹道飞行。即使有惯性、卫星制导与弹翼的弥补，最终还是会出现精度下降的问题。不过集火射击、大面积攻击可以弥补一些精度的缺陷。此外，就朝鲜公布的图片来看， KN-25 目前有2种配置，一种是已确定大规模生产的履带式版本，前端没有装甲成员舱，后部则是6个发射管；另一种则是轮式版本的运输起输发射车，只搭载了4具发射管，火力有所削弱，但优化了公路高速机动性，能够快速重新部署以躲避敌方的打击。加上射程的优势，敌方的反炮兵和侦察工作基本无法发挥作用。而履带式版本的 KN-25 则专为在崎岖地形中作战而设计。在威力上，口径600毫米的火箭弹自然不必多言，目前部署的 KN-25 为常规高爆弹头，但是朝鲜在2022年就宣布 KN-25 完全有能力使用战术核弹头，威慑性很强。就性能来说， KN-25 的出现给韩国带来了一个严重威胁。与射程和精度有限的 M1991相比， KN-25 的远射程和高精度
使其能够瞄准釜山的美军军事基地以及韩国的关键工业和民用中心。美军在韩国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基地，具备一定规模的数量就达到了38个。以 KN-25 的射程可以覆盖其中的大部分，比如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乌山空军基地和汉弗莱营，这是美军驻外规模最大的空军基地和陆军基地。其中美军在乌山基地部署了一个完整的第51战术战斗机联队，也就是一个空军师的兵力，下设2个战机中队，这里也负责第7航空军的指挥。汉弗莱营则是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部驻地。不过第8集团军的主力部队中，只有第2步兵师驻扎在这里，其余2个师都驻扎在美国本土。韩国的西海岸的群山市则是美空军第8战斗机联队驻地，同样有2个战斗机中队，距离朝韩边境大约200公里，同样在 KN-25 的覆盖范围之内。其大规模生产的状态表明，朝鲜可能会大量部署这些系统。而火箭炮的特点就是火力猛，价格不贵，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将火箭弹发射到目标区域，并且是饱和式打击，通过数量优势压倒导弹防御系统。当然，以美韩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，当朝鲜发射火箭弹时，美军就会发现。之后的结果相信大家都猜得到，详情可以参考海湾战争。空军一轮游，所以朝鲜也不会轻易使用 KN-25， 更多是威慑性质。不过如果俄罗斯拿到 KN-25， 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可以说 M1991 不行， KN-09 也有问题，但射程380公里的 KN-25 就不是这样了。射程翻倍增加，的确可以带来质变。就像火力军之前说的那样，对于韩国来说，只要 M1991 站在朝韩边境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。但对于俄罗斯而言，在乌俄战场之上， M1991 射程不足、精度太低的缺点就会无限放大。即使是改进版的 M1991， 射程也只有60公里。在反炮兵雷达与无人机的导引下，乌军火炮完全可以将其摧毁。KN-09 的射程提高了一点，达到了200公里，超过了反炮兵雷达的搜索范围。乌军的普通火炮的确拿它没什么办法，但海马斯可以。ATACMS 的射程可以覆盖 KN-09。前段时间，乌军就使用海马斯击毁了俄军部署在库尔斯克的 KN-09。不过 KN-25 的射程稍微有些远了，达到了380公里，已经超过了 ATACMS 导弹的打击范围。除非俄军想不开，将 KN-25 部署在靠近前线的位置，从而打击乌克兰的大后方，或者乌军不顾损失，将海马斯部署到前线，否则很难摧毁 KN-25。至于无人机，射程肯定是足够的，但想要飞到俄军大后方打击一门正在移动中的 KN-25 难度太高。如果乌军可以做到这一点，俄罗斯的火炮早就被打到一门不剩了。想要使用无人机摧毁 KN-25，只能选择打击俄军存放 KN-25 的仓库，或者 KN-25 的发射阵地附近刚好有乌军无人机。在战场之上，这种巧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火箭炮、无人机这种常见方式没用，那就只能使用空军，但是代价又太大。对俄罗斯而言， KN-25 就像乌军的海马斯那样，不过 KN-25 火箭弹的精度、抗干扰能力不行，乌军最好的选择就是从这方面下手。总的来说，对于朝鲜来说， KN-25 这种口径600毫米的火箭炮就相当于短程弹道导弹，属于一种战略武器，也很符合朝鲜的需求，价格不贵，威力还很猛。唯一的问题就是精度不如导弹，但齐射又能弥补一定的缺陷。现在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，的确有可能将其提供给俄罗斯，毕竟 KN-23 都给了，不差一个大口径火箭炮。之前没有提供，原因大概是数量不多。从这点来看，乌军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朝鲜会将 KN-25 提供给俄罗斯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